我是1991年与丈夫离婚的。2000年的这个5月中旬，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就遇到了陈明进。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，我带我妈来北京看看天安门，因为她病重吧，我们在凳子上吃药。我非常同情他们，我就给了他们钱，给了他我的地址和电话号。过了2个月，我母亲都病重去世了。我把房子卖了以后，我就来北京找季姐。所以我呢就挺同情他，我就留着他了。虽然季姐比我大10多岁，我感觉我们2个情合得来了。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整整10年。我们挣钱了以后呢，他就有心愿了。我就是想找一个岁数小的能给我生个孩子，一块给季姐抚养这个孩子。我什么都能忍受，这个也不能忍受。我就想让他说一句真话。你要是说的心里头真爱我，那你就跟我俩登记结婚。你心里头要是说的也没有我，你现在马上从我家搬走。14岁的年龄差距，10年的同居生活，牵挂你的人是我，这样一段感情，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？掌声请出这对恋人，来，有请。男主人公陈明进，42岁，来自山东自营服装店，收入不确定；女主人公吉媛媛，56岁，来自吉林自营服装店，年收入10万元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徐大姐，今天来是希望明进跟你结婚的是吧？是。啊？是的。明进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也是差不多。啊？也是。也希望结婚啊？他希望跟我结婚，他还得让一个别的女人给他生个孩子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跟您结婚。啊，然后他得找一个小一点的，或者给我们家当保姆，或者是到店里头作为我们的雇工。所以呢，让我呢，就是说的拿一点钱生他血脉的孩子。但是我不能接受。啊，是这样吗？是。就是以前那么没有钱嘛，现在也有钱了，想找一个幸福小的。哦，不是跟这个大姐10年了吗？跟季大姐在一起生活10年多，我真没看透你。大姐，我想知道你们是在一起姐弟一样的生活呢，还是夫妻一样的生活？起初的时候我只是说的怜悯他，我在帮助他。有一天的时候，我会我给他帮他成个家。我起初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以后呢我就觉得他是我精神依托，我好像是我生命当中他是我的依靠。我不能就是所说的拿他当雇工，所以3年以后，我的思想就逐渐转化，从一个怜悯，我就转化到我自己心里头钻我心里头来了。这不就爱他了吗？就直接说爱上他了，是吧？哟，大姐羞涩了。陈先生，您对大姐到底是种什么感情？能告诉我吗？也爱她，也爱她。这个10年过来，接着这么过不就完了？什么时候非要把这事儿挑破呀？这能将近2年左右吧，他就跟我就提出了一个啥事儿呢？说的你看，你当初你挺怜悯我来的，你把我就是留到家了，在哪儿也来一个小梅，他也挺招人可怜的，你让他上咱们店里头当服务员呗。我当时我没有想法。他看上一个人。那我不知道他看上没看上但是的话，我呢就是有的这种敏感心里头可能是一种神经不好吧，我就转着摸摸，我就寻思，我说的那么的呗，你叫他得给人家当保姆呗，将来的话，你再让他给你生个小孩，完了咱俩给他钱。完事儿的话就打发他就走了呗，那不是你亲的？我说的，实际上您是在试探吗？是，所以我也在想就是引诱他老实他说真话。所以的话呢，我要是觉得他要是说的跟我说姐呀，我这一生当中你是我的滋润，我不能是怎么地的，那我就迷糊了。我指定的我自己的急需，我什么我都能我们俩共同的。但是呢，他告诉我说姐呀，我早就有这想法，我没敢说。他原话。
陈先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山东人讲究无后为大哈，是特别讲究这个传统的一些孝、一些道，对吧？对。啊，咱们不说这个，不把孝道连在一起哈，因为还不一样，两回事儿啊。您的家族哥几个呀？哥3个，这是我大哥呢。啊，哥仨哈。你们下一代有孙子吗？我大哥是两三个姑娘，我2哥也是2个姑娘。哦，你们家指望你了吧？啊。为什么到32岁您还没娶媳妇儿啊？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吧。穷。哎，对。是吧？那这么说行吗？等于您跟吉姐认识，实际上面，吉姐算您的救命恩人，或者她让你的命运改变了？也可以这样说吧。也可以这么说哈。那您现在的想法是跟她结婚，和其他女人生孩子是吧？是。啊？是的。那我不能接受。那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让他走，我说的哈，你既然你是为了我这个房子，为了我的钱，我这10年就等于我拿你当雇工了。但是的话吧你既然要是说的是个雇工，我这阵儿解雇你，你可以走了。但是呢您现在要给他扫地出门了。啊，但是的话，他说我跟你都过10来多年了，你轻而已就让我走了，那不行，我不能离开你这儿。完我说的，那你要是说不离开我，你跟我俩去登记结婚去，我的财产我公证。我这是跟他说的，那我还挣那么多钱呢，你说的给我存多少？完我说我早就看到你那个笔记本了。他说啊，我说我看到你那个小册子了。我说的你就是说的藏着那个心眼儿。我说你要不领那个女人，我也不知道就是说的去那么去敏感去。但是呢，我还不是净眼发现的，是家去个老张。这个老张我挺膈应的，完我就寻思不行，他去那个上店里头去了，我就开始大扫除。哎呦，我这一翻那个床垫给床垫的那个扣，一看那里藏了本儿，我这一打开啊，这个月存2万，那个月3万，他存了多少了？我们俩共同挣的钱，他都有数。陈先生意思是，要不然您给我钱，我离开，是这意思吧？不是。他不走还得生孩子，他这个事儿，我让他走，我说那30%我答应过你，给你是你的名存的钱，我都给你，那他也不走啊，就待在这家里了哈。不是那个，我为了那个记个账吧，到时候万一要是走了，要是不管是分开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俩不，您告诉我没地方住了是吧？再说的话吧这个大哥来了以后叫我心更寒。实际上就是做这次节目，我才知道他有大哥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啥人我也没有，就一个老妈送走了，我就单身一个人。大哥在那儿哭什么呀？所以这次大哥怎么哭了呀？他说的他感谢这次节目让他们哥俩相见了。怎么了呀，大哥？哎呦，怎么哭成这样？怎么了？您是委屈了还是感动？要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。哦。我兄弟俩，我兄弟10多年没见面了，亲。说跟兄弟10多年没见面了。哎呀，亲，我说是亲吧，亲的。电话以后一直过得像。我觉得你没必要哭，我先想问。既然是亲兄弟，来坐这。10多年，你们的娘你管了吗？为什么让这个弟弟管了10多年啊？一会儿咱们说哈，基本的，一会儿咱说啊，大哥啊，我们进入到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，基本事实已经问过了，下面应该是老师们看到的，你们看到了些什么？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？来，大哥不哭啊，一会儿咱们再说好不好？啊，来。啊，陈先生啊，之间的感情啊，应该讲也叫做视同于是婚姻了吧？刚才我听到说您现在条件允许了，有孩子，是谁让你有这个条件的？是我吉女士对吧？在我这里面，我就觉得山东人是讲究孝，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。如果你就孝了，那么忠对感情的忠贞就不够了。所以我希望你思考一下。这么爱你、这么疼你的一位女士是很难得的，希望你珍惜。
陈先生，您可以有传宗接代的想法。那如果您真的有这样想法，我觉得您不如原原本本把您的想法告诉给吉女士。您不要跟她说我去跟别的女人生孩子，我跟你结婚。我觉得那是法盲，因为那种做法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国家所不允许的。所以，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有自己的孩子的话，您就跟吉女士认认真真说，您把这几年的钱给我，我出去，我感谢你对我这10年来的照顾。就可以了，您不要在这儿又想要把她照顾了，那边又想要去跟别的女人做什么事儿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劝你的。那对于吉女士，我觉得真的您是阿姨辈儿了，但是您做的事情还不如一个少女。这样一个男人10年了，他都没有告诉给你他有一个哥哥，他的哥哥10年都没有跟他联系，说明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的人情在哪里。如果他真的只是孝敬母亲那个场面让你感动的话，可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哥哥10年他不联系，他的人情到底在哪里？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反思的。我不知道啊，为了这期节目以后我才知道是有这么所以啊，这样一个男人多可怕，10年了都没有告诉给你他有一个哥哥在，他埋伏在你身边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为那口饭。还是为你那点钱，所以吉大姐，你这10年养了一个小男人，可以够了啊！我没想过我比他大多少啊。那您现在就想想吧，你养昨天晚上嘛，这个大哥说的一句话，我才开始想。大哥说什么呀？他大哥都说的，就这么好个家，能走吗？跟你过了10多年了，这的话，不要个自己的孩子，将来这就是意味着那句话没说出来，你这个家产你死了呢，这不就是他的了吗？不要再说了，陈明进他完全在利用吉大爷，而且居然明目张胆地说，哎，我不能离开你，但是我得找个小的，我得跟他生活，然后呢，我得跟他生孩子，生完孩子咱们俩来养，多聪明啊，多么赤裸裸，一种让你不可容忍的境界。你没那么说他，就是这样的，你也没那么说的，他对着我非常好啊，不好能忽悠你到现在吗？那我不知道吗？那10年咱不把这装的，他也装不上来10年呢。你现在过了10几年，人家现在觉得。你听我说，人家觉得你是个根据地，人家觉得你好忽悠，好欺骗。装10年，哪有这么一个男的？一辈子我也认呐。你听我说，哪有这么一个男的敢居然跟自己的恩人说，我要找个小的生孩子，我就不离开你。我就觉得哈，他跟双倍就是说的哈，拥抱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幸福的，我觉得值了。所以说，忽悠的就是你们这些人。陈先生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您看好吗？行吗？可以。当时来北京要找吉大姐的时候，没想这么多，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吧？是吧？是的。现在我问您哈，如果咱是有法律的，对吧？是。您跟别人生孩子，还跟他在一起过，要领了结婚证，这事儿就违法了，您明白吗？以前也没想到那事情。好，现在告诉您哈，这是违法的。首先说第一点哈，这事儿违法。第二点，您告诉我，这10年哈。您把吉大姐当一什么人？当什么人？反正他对待我也都挺好的，反正也当了老婆没？你告诉我。当老婆。你不说这个世界上我是你最亲的人吗？我说过是。那你咋不说了呢？你现在你听你哥的，你说的，你们家又怎么赚血脉了，又赚香火了？你是10多年又整个哥哥出来，你真的像人家说的，你咋这么可怕呢？你骗我，你好意思吗？我把啥心什么都给你了，我自己家里头所有的一切我都没有陈长狗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好心好吗你？你一心下得去吗？我没骗你。你跟我说你没骗子，你陈然我都听了，你说的你都带个野字，那野字跟那就是那是2码事儿。你说我也挺爱他，我也挺那带个野字的，我再没有知识我也听出来了。人家说我愚蠢，说我啥的，我这才姓强啊！这不着急啊，大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慢慢问啊。这10年来是把她当成老婆了？刚开始没有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您想跟吉姐结婚，但是让别的女人给你生一个娃？这是最近这2年吧，反正以前呢。我条件不允许，我想过，可是没敢跟他说的是。现在大姐要让您就这么走的话，您不会走，对吧？可能不会走啊。不会走，一定不走。那还找人来给您生孩子吗？还得生孩子。还得生孩子，还不走？
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踏浪旁观者清。这位是吉大姐的，那是我大哥。表哥啊，你快帮帮他吧。就是啊，我这妹妹太实在了。事先呢，我不了解，我以为他们过得挺好。说实在的，我说句直白的话，她说在困难的时候，是我妹妹帮助了她。到现在稍微经济好转，有钱了，说实在，他就想把我妹妹给踹一边去。说他就是图我妹妹跟我妹妹的钱跟财，说的没安好心。说是我妹妹啊，太实在了，说太傻了，这真是的。陈家大哥，您在陈家说话是一言九鼎的吧？大哥，对，我特想问一问哈，32岁没给人娶一房媳妇儿，您告诉我为什么呀？我们家贫困啊，这10年没有联系了啊。今天10年没联系，他不是咱家他把房子偷偷卖了以后，他就咱家逃避了嘛，所以没有这个节目，我都来不到。哎呦，有这个节目了，他通知我叫我来了。大哥，我认为咱家这个大哥，咱有呢。您是打算把弟弟领回家呢，还是怎么着啊？这现在来到了他这个家庭，我再给主持人，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。来了以后，我一看那家庭条件相当高了，我都没见过这玩意儿。怎么样？那洗衣服那玩意儿呜呜的转的，那洗衣的扔把衣服了塞进去，门一堵，那算是开了大眼了吧？我真没见过这个家庭。那你什么意思呢？我弟弟是捡来的还是骗来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认为是他2个人共同努力。我认为是他们2个人共同努力啊。我是共同努力。那个，我再问您，再您一个问题啊，你希望他们俩结婚吗？他现在他2个在一起的，我必须得希望他结婚啊。那他也生不了孩子了，你们家那传宗接代的事儿怎么办呢？不是我妹妹她这个年龄嘛，她说这个50多岁这个年龄，我不相信。说这样，我认为她咱家，这个40多岁的这个时间吧，咱按妇女来说，也有可能有生育能力。我就要求，不是说我想生不想生的事儿。我老陈家要传宗接代。我虚岁数已经58岁了，我属马的，我已经50年生，我能不能生大伙还不知道吗？您的意思就是说，跟他结婚还得传宗接代是吧？叫我弟弟他想一切办法生儿子。来，这终于弄明白了。旁观者今天第一次那么轻，大家可能听得糊涂哈，但是咱们听得清。这大哥说了2句话，可都在坑节儿上，婚得结，传宗接代这事儿还得办。第3句话，我认为这是这2个人共同奔出来的，句句都在点儿上啊。陈先生，陈大哥，我还想问您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对他您到底是什么感情？您把他当什么了？就说现在吧。现在就是当老婆。您把他当老婆了。第2个问题，他比您岁数大14岁。14岁。万一哪天身体不好，您照顾他？能照顾，能照顾。能吗？能照顾吗？第3个问题，您知道如果一旦你们这个事儿有法律纠纷的话，结果会是什么样的？法律纠纷就分呗，是吧？分什么呀？就是分财产吧。分什么财产？就是我们2个共同努力挣的这些钱。哪些呀？挣的这些钱好的。哪些钱？就是我们从10年以来这个挣的。您怎么会这么想呢？问过人？没问过。那怎么这么想呢？我真舍不得他对我这么好，10年这么10年。我现在我才明白，你不是舍不得我，舍不得我的家，舍不得你的家，舍不得你的房子，舍不得你是个女人还有用。
接下来进入黄金60秒。今天可真是黄金60秒啊！过去这黄金用情来衡量，今天的黄金还真是情对钱了。陈先生，有什么话跟大姐说吗？这10年以来，咱们共同，你对我以前也这么好，可是我真是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。你舍不得这个家，你不说你舍不得我吗？我也舍不得你也。明倩，我跟你说，我希望你说的话全是假的。我觉得咱们之间在一起，你在吻我的时候，在亲我的时候，你跟我海誓山盟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幸福的时刻永远在我眼前。我希望今天现在你说的都是假的。我希望跟你结婚，但是我不希望你跟别人生孩子。我永远不想失去你。以后的话就是说的哈，你管我叫姐姐，我跟你叫弟弟，咱们还像以前那样相依为命。你是我的依靠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今天你站在那儿，大伙这么一说，你好像比狼还狠呢。你哥哥昨天晚上说的，你这个家这么好，你不能离开这儿，我都听着了。你不让我寒心吗？我那么对待你。那你不是为了你昨天说的你这个家这么好，你要是说的，那就意思说的你死了以后都给他留下吧。因为啥呢？我们的家，我孩子在那里。吉大姐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。刚才大哥听明白了，大哥那么着急的问你一句话，陈先生你回答一下，我没听错的话，大哥说的是小三儿，你说你到底是为了财产还是为了感情啊？为了感情。我没听错吧，大哥？你一看，大哥多聪明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感情。为了什么？感情。还传宗接代吗？对。还传宗接代啊？他的感情上就是不接受你传宗接代啊。好了，黄金60秒过了，吉大姐倒真应该考虑考虑，没有所谓断不了的情，没有所谓扯不清的买卖和关系。我觉得，如果您真的想试他的情的话，您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儿子，你跟他讲，你现在就是义务需要，您不管你儿子需不需要，您办给您儿子，他还跟不跟您在一块儿？如果他还跟您在一块儿，那是图你的情。谢谢你。看他们自己吧。不管怎么说，陈先生不容易啊，10年啊，32岁开始陪伴一个大自己14岁的女人，陪伴了10年。这10年以来，我真16岁舍不得他，反正舍不得。都知道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大姐也回去吧。哎，请关门。今天场面极为混乱。开场的时候说过了，观众问是真是假，这么混乱的场面，我相信再好的导演都导不出来，只有生活能导得出来。也正是因为吉女士和陈先生自己内心的这种混乱，才导致了今天他们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如此之混乱。其实有人心里是清楚的，有人心里是糊涂的。人的欲望有时候会被很小的一个火种就点着了，并且燎原。陈先生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为钱为情，到底是愚昧，还是刻意而为？吉女士在听了大家的忠告之后，会不会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新的判断，重新来判断这段感情，并且用相关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，捍卫自己的感情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请你们拿出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他们应该往前走呢，还是分手？来，请选择。好，大哥啊，看看吧，现场的观众有96.65%的朋友都觉得他们俩应该分手，啊，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咱们不去强求，重要的是
这2个事件当中的人，他们自己的决定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大姐选择分手，接受得了吗？是啊？接受不了哈。真爱他吗？真的。真爱他，怎么还想着传宗接代那点事儿？他又生不了。10年是挺不容易的哈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之前大姐老了，还是就为了传宗接代？就为了传宗接代了。现在在外面看上了有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也有了。有了吧？是有了吧？是。还没发生什么呢吧？对，没有。快了吧？现在。人家那么心甘情愿的给你生孩子呀。你给人许诺了什么条件了？我能保证他们养活他，人给他一切。给那生孩子的女人一切，你保证呗？您这不是变心了吗？我不想说这10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跟姬大姐在一起，但是我相信10年你有你自己的付出，付出应该有所得。但是，如果你在付出一段感情的时候，最终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，那你将变得一无所得。陈先生，祝你幸福。再见。这样的情景，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，如何评论？中国有句老话叫“人为财死”，在爱情面前，在纯真的感情面前，当你一旦有所图谋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最好的设计可能只会误了卿卿性命。其实不是我说的，老祖宗早就说过了，让我们捍卫一切纯真的、值得捍卫的爱情。让我们保卫那些愿意为爱情付出真感情的人。最后我想说，陈先生10年确实有自己的付出，但是他的付出到底如何去衡量呢？最后还是要由吉女士来做一个决定。我一直相信人间会有真情，希望他们这段缘分能够有一个双方都满意的、不负对方感情的一个结局吧。最后我们还是要说，让我们一起来保卫每一个人都珍惜的爱情吧。祝你幸福，下期节目再见。